嗨，大家好，今天3月12日啊，这个说一说盘前的一些东西啊。现在呢，油价呢，反正还是持续在上涨啊，整个市场呢，0.6、0.8啊，标普0.64啊，道指0.8，反正还是持续在下挫，股指期货。数字货币呢，反正比较坚挺啊，这个 ETH 和 BTC 昨天晚上都是试探7万和2000啊，基本上都守住了，都没掉下去啊，现在反而还又比夜盘的这个比昨天隔夜的时候低点又拉上来了一些啊，这个是现在数字货币的一个状况啊。反正油价呢，虽然昨天这个史诗级的释放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啊。现在油价还是继续在攀升啊，93块。然后 Meta 自研芯片呢，昨天也发布了啊，4款自研芯片，它直接一口气就发了4款啊，就是为了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然后英伟达呢，这个虽然面临各种自研芯片的挑战呢，仍然向NBIS 投资了$20亿啊，这个呢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是，昨天晚上我在这个闲逛，这个 OLAMA 这个工具论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模型啊。这个大模型呢是MIT 开发的，它已经是第2代了，不是第1代了。第1代的时候可能性能上还有点问题的。这个大模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模型牛逼在哪里啊？这个大模型采用的是非 Transformer 架构。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的大模型基本上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啊。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最大的痛点，或者说最大不合理的一个地方就是自注意力机制啊。虽然非常强大，但是序列越长，它的内存消耗是呈平方级增长的啊。而这个新的这个大模型呢，是采用线性状态空间模型，内存是锁定的，也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管你输入的是100个词还是10万个词，它的缓存键值极小啊，就是它能处理超长文本而不会导致显存溢出，这是其一。其二，它做到的一点东西是，我觉得可能所有的 CPU 级别的服务器都复活了啊。昨天晚上我在我的 CPU 的服务器上实测了一下这个大模型。出 token 的速度已经能够赶上 Gemini 了，已经能够赶上 Google Gemini 了，比 ChatGPT 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如果你本地布的是类似于千问啊，类似于Meta 的 LLAMA 啊这种东西的话，你可以去测试一下这个大模型。这个大模型纯用 CPU， 它的 token 产的数量非常强大，而且它可以做到把整个模型塞进1G 内存的设备里边，这也就意味着接下去整个移动端的生态会出现变化。怎么说呢？反正昨天这个大模型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是非常强的啊，就是无论在推理和编程的方面，然后加上它的这个多语言能力、多模态长文的能力都非常非常强，这个是已经是颠覆性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可以完全不用 GPU。大家知道不用 GPU 意味着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 CPU 的 server， 有很多 CPU 的服务器，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算法，这些 CPU 的服务器其实一直在停滞啊。如果这个大模型的算法真的成功，继续有公司继续发扬光大的话，那整个 GPU 界的天就要塌了。这个不是一个自研芯片的问题，这个是整个 GPU 的天要塌，就是当然了，我不是说会完全塌掉啊，也许你在图像生成这些东西上面，这个算法暂时还没有去追赶，但是至少已经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说 CPU 也可以强大的去做这个大模型啊，而且这个大模型的 token 的生成速度在 CPU 上可以达到112个 token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大家知道112个 token 的产出速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每秒112个 token 每秒的一个产出速度，在 CPU 上，你可以去实测一下，你看 Gemini 的产出速度有多快，好吧？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反正我觉得 GPU 的天是要塌了。我只是说我发现的东西啊，你如果还要继续埋伏英伟达，你继续觉得英伟达有前景，那是你的事情。
我还是持续看好 AMD，因为 AMD 走的是两条腿啊 ，GPU 和 CPU。英伟达再怎么吹他自己做出来 CPU，它的核心能力还是在 GPU 上面。反正这个事情大家自行考虑吧。我只是提供这个信息。这个大模型是 MIT 的团队开发的，名字叫做 LFM2。大家自己可以去搜一下啊，你自己可以在你的 CPU 的服务器上跑一下试试啊，不要以为我在这儿吹牛逼啊，你可以去 OLLAMA 或者 Hugging Face 上去搜这个大模型，你自己在你的 CPU 服务器上部署一下，自己去测试一下，好吧？不要着急喷我，你先去测试一下，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事情啊。就先说到这里啊，今天早上最重要的是这个新闻，这个 LFM2 这个模型是半个月前他发的啊，这个估计效应还没出来。如果这个效应开始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整个大模型界的整个底层的计算要塌 ，GPU 要塌方了，好吧？说到这里啊，拜拜，祝大家交易顺利。